不错，这烟云剑舞你小有成就。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，练的也是这袖剑。看到你如今这般模样，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啊。师傅现在也很是年轻啊，还是那般的出尘绝世。像我们这般风采的人，就得习得最美的武功，然后每次登场的时候都必须风华绝代，像师傅那样，美男抬轿，童子开路，轻纱垂落，容貌半遮。这是现在，以前年轻的时候啊，身上比较拮据，这坐不起轿子，也没有书童。那师傅之前是怎么登场的？那你看好了，像我们这般风采的人出场，首先呢要先有音，再有意境，再负手，然后翩然落地，露出脱俗的背影，再微微侧手。自我介绍？不，这仅仅只是酝酿。等到大家发出惊叹声之后，你再悠然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想要在此做什么，就先问问我手里的剑。”可是师傅，要是对方没有惊叹怎么办？那就等着，一定会有惊叹的。嗯。然后呢，你就什么都别说，先跟他过几招，再将其打败，然后你就转头，侧身而立，说道：“我乃公子柳月。”仙子落霞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先练一遍。当着师傅你的面练一遍？不然呢？有什么问题吗？真的很难为情呀。这有什么难为情的？你呀，可以向你的洛轩师叔好好讨教讨教。这种呢，叫做格调，不是做作，不要有包袱。是，师傅。行，为师呢就先走了，你先练着。我乃仙子落霞。我乃仙子落霞，我乃仙子落霞。这也太丢人了吧！我怎么还真练起来了？是啊，我怎么还真的练起来了？小姐，小姐已经成为学堂弟子了，怎么还记得我们天外天？那日我没按计划行事，你对我有气也是应该的。小姐言重了，属下不敢。那日我本想将百里东君送至青楼门后，便去找你们，
可我没有料到，柳月公子将我留了下来。今日我寻得契机，便立刻来找你们了。可是，那日小姐为何没有将百里东军带到雨姬在的那条路呢？那日百里东军几经劫杀，心弦已经到了极度紧绷的境地。若是真的走上了那条路，遇到了雨姬，即便不敌被我们带走，以他的性格，别说是修炼训练功，怕是会直接找机会与我们玉石俱焚。此是其一，其二，我在想，复国之事，当真只有这一条路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也没有更好的计划，日后再说吧。齐轩，我得走了，我会继续观察百里东军。等我做了决定，便同你们联系。雨姬那边，也烦你帮我解释。小姐，还有何事？我该不该把另一个天生无脉之事告知小姐呢？无事。小姐，宜多保重。复国之事，当真只有这一条路吗？小姐，你究竟想做什么呢？徒儿，师父。行了，看来今日不宜下棋，早些休息吧。师父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要问你去哪儿？可这关我什么事呢？云哥哥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娘亲开始教我女工了，这是我绣的第一只荷包。文娟绣的太好看了，我好喜欢。纵然我算遍天下，也算不到我们的重逢竟会是这般模样。
给我讲讲外面的故事吧。等你讲完，我就放你走。我很久没有离开这里了。就像这道笼中鸟，虽身处囚笼，却偏偏向往外面的天地。我若说想带他出去，也不知道他肯不肯。回来了。白日里，我见到了小姐。哦，那小姐可有解释？其中细节，我日后再与你解释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，小姐并未背叛天外天。那便好。吴相使那边还有何指示吗？他让我们送给北厉皇室一份大礼。什么？你说叶鼎之是叶云？叶雨的儿子那个叶云？怪不得他说他不要玉玺，怪不得他说他要的东西，本王一定能给他。他要的是本王的命。备马，快备马！本王要进宫。早啊，叶鼎之。姑娘早。上次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那今天是讲佛国？好啊。那姑娘等一等，我去洗把脸。久等了。怎么？没事。不冷吗？
是。我不怕了。讲佛国吧。要去西域32佛国，会经过一座城碧罗城，而去碧罗城的路上会途经一座名为三顾城的小城。所谓美人三顾，一顾倾城，再顾倾国。三顾。等一下，美女很多。对啊。换一个，不想听。哦，那我给你讲讲三顾城的特点吧。这三顾城呢，其实是由一些商人建立起来的，城中赌庄居多，最大那间叫美人庄。又是美人，过不去了是不是？我说的是赌庄。那赌庄为什么会是美人庄？因为美人很多啊。这负责最大赌庄的呢，就是一个花魁娘子，以天女为名。连花魁娘子都出来了。不说这个了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我没去过美人庄。穿过三顾城，就到了碧罗城。这碧罗城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寺，叫九龙寺。小挂件儿，小玩意儿。轩儿，书这么好看啊！李先生，哎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这天下间有书千万，就算我一日不停，一刻不歇，读到此时也读不完这世间之书。这对我而言是最大的遗憾。为了少一点遗憾，便只能抓紧时间多读些书。唉，有些人啊，读书读成了书呆子，但如果读的书多到连100个书呆子加起来都比不上的话，或许就能成为儒仙了。小子，你说你这师傅哪里比得上我？要武功不会武功，要名气没有名气，你还不如跟着我呢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破个例。我虽然已经收了关门弟子，但你仍然可以变成我的关门弟子，还多了一个字呢，如何？不要。你读的书没我师傅多。谁说的？我的年纪至少比他大2倍，我走过的桥比他走过的路要多了，我看过的书自然也比他20年前看过的还要多那么一点吧。我武功比他强啊。武功，从书上学就行了。哎呀，你啊，大概是这天底下唯一一个拒绝做我徒弟的人。先生此言差矣。你去问那田间的庄稼汉、青楼的花魁女，亦或是沃千金的富家翁，想必都不愿意做先生的弟子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剑震天下。哎，行了，我说不过你。哎，你此行的东西没忘了带吧？先生放心，不敢忘。正好。哎，走，先生给你接风去。走。嘿嘿。吴少伟师兄，你们私底下互相揭开盖头见过面吗？师弟，这个不叫盖头。小师弟，你应该多读点书。嘿，别避重就轻了。对了，这不是祝贺我入门的宴席吗？来了我朝思暮想的碉楼小筑，是不是有秋露百合呀？秋露白1月只有1次，今日怕是没了。唉，可惜了，早知道当初就应该让师傅给我留下来的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吃饭不叫师傅吗？哼，小师弟，一般情况下来说，在这种场合不能叫他。什么场合？为何呀？哎，知道的越少，对你越好。不说了吗？没喊你们就别进来。门外有位客官让我问问几位公子。问什么？说。先生没到，应该开席吗？
好。一起喝酒，躲什么呢？师傅，坐。熊儿，你也坐。叨扰了。谢轩，好久不见。雷儿，这位是？没大没小，你猜呗。还真以为我不知道啊！既然你们都认识他，他要是师傅带来的人，那北篱八公子里面，除了素未谋面的无名师兄，还有远在西南道的顾三师兄，那就只剩下清香公子了。聪明啊，小东吧。师傅好久没有跟你们一块喝酒了，这么大手笔，应该是老七请的客吧？你们这位新来的小师弟小东巴初入师门，是应当好好庆祝庆祝。你们说吧，想怎么喝，为师奉陪。先生，今日东君刚刚进入学堂，我看要不我们就去算了吧。哎，怎么能算呢？来，我们一起敬师傅。哎，好东巴，来喝酒，干！喝酒，喝酒啊！哎呀，好酒好酒，老七，我跟你说，一个男人在家最重要就是地位。李新月在我去百花楼的时候，他都会帮我结账。好。师兄，东君啊，你现在知道，我们为什么不叫李先生了吧？百年不忘人间梦啊，千杯不醉得长生啊！当年诗仙可是为了我写下这首诗的，各位。怎么都醉了呢？真没劲。哎，东巴，我看就你酒量最好，来，陪我喝一杯。干，干。干不了。离开九龙寺呢，就到了佛国。哦，说到佛国，我在佛国还拜了一位高僧为禅师，学了1月佛法。再后来呢，我就遇到了我师父，他是个剑道宗师，来自南莒。师父，东巴，你初入师门，为师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真的假的？还有礼物？当然是真的。为师可是从不说谎的李先生。星儿，小白连服30杯，指尖浩气，响春雷。这可不是一般的书酿的，也不是普通的酒。你之前的师父古尘也看过此书，如今我把它送给你了，收好它。是戒。多谢师傅，多谢清香公子。酒喝完了，该打一架了。好强的剑气！
瞧瞧，你们瞧瞧，比宣六还要做作的人终于登场了，闹这么大动静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似的。可是师傅，他是谁啊？他是剑仙羽生魔啊。李长生，好久不见，好像也不是那么想见你。他是男的？他是男的，可为什么？他练的是魔仙剑，魔仙剑传言乃凡人向魔神借力，传下剑谱，修炼此剑者极易遭到反噬。他就是在试图强压魔仙剑反噬的时候出了岔子，以至于身子虽然是个男儿身，但面容却越来越像女子。哦，羽生魔，你从南绝远道而来，所谓何事？找人。我不是来找叶灵芝的。你知道？站开！哎，你凭什么打人啊？他在哪里？什么他呀？他是谁啊？别装傻，叶鼎之，他在哪里？你是谁啊？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我是他师傅。你说是就是啊，他还来参加学堂大考，拜我师傅为师傅呢。哼，荒谬！起剑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剑仙之间的对决啊，不是一招一式，而是决人间之华彩，引天地之共鸣。陛下，是羽生魔的旋风剑。父皇，羽生魔他一定是来找那个叶云的。那乱臣贼子多年藏身南绝，习得一身高绝剑术，一定是羽生魔的徒弟。父皇，您不能再犹豫了呀！他是来报仇的。他要儿臣的命啊！儿臣虽然死不足惜，可儿臣更担心的是父皇您的安危啊！父皇，发布通缉令，全城搜捕叶鼎之。遵旨。哎，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找我师父，他是来找我的，我要去见他。你不许去，姑娘。是你说要留下来报恩，要给我讲完故事的。我并非要走，只是我师父若见不到我，定要搅乱这天气。姑娘，我答应你，我见过师父之后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。我不信。
姑娘，姑娘你别哭了，我真的。真是难得啊！所以你到底是人是鬼啊？怎么老神出鬼没的？李长生和羽生魔一共对决过3次。第1次，李长生已是天下闻名的剑客，而羽生魔才刚初入江湖。羽生魔挑战李长生，败于他的一剑之下。由于当时羽生魔并无名气，故此这一战几无人知。第2次，李长生依旧一剑胜之，羽生魔剑折，故此改练魔仙剑。第3次无人得关，不过往后的8年，羽生魔再未踏足北离。所以，你是来干嘛的？此乃绝世对决，自然是来记录的。李长生，这一战，你必输。上一次你也是这么说的。打完这一仗，学堂得赔不少钱呢。谁啊？这么少？啊？不是，这就打完了？没那么快。同犯异色，这是走火入魔了。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种说法。的确是走火入魔了，不过不是普通人练功的走火入魔。羽生魔自愿入魔，以身入魔，得成无上剑法。你啊，真是数十年不改的做作，不闹出点大动静，就不像个高手似的。剑落。天阵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打雷劈。你这个成语用的可真是不好。他们人呢？该不会是让雷给劈没了吧？我这才刚拜完师，还什么都没学呢。
打完了自然就走了。打完了？那他们谁赢了？你没看清楚吗？你看清了？我自然看得一清二楚。搞什么啊？就我岁数，我没看清？他在吹牛，他也没看清。那你看清了？果然是天下第一。早跟你说过了，魔仙剑世主，这么多年你怎么就不肯放下呢？赢我就这么重要吗？嗨，其实啊，你只要回去好好休养，再锻炼锻炼身体，熬过几年，等我死了，你再来争这个天下第一，不是更容易吗？谁都不知道你活了多久，我怕是等不到那天了。放心吧，这一天不会太久的。我知道，我打不过你，但听闻云，叶鼎之来了天启城，我知道他的身世，我怕他在天启城被人为难。嘿，没想到啊，你这个冷心冷情的羽生魔，对自己的徒弟感情还是很深的。你且离去3日之后啊，我定会让你那徒弟安然无恙的回去。有我的承诺，够不够？我看不透你，看不透我就对了。我是天下第一啊，哪那么容易被人看透的？放心吧，叶鼎之是天纵之才，不会折在这天启城的。我走了啊。哎，你这辈子打不赢我。倘若往后你的徒弟打赢了我的徒弟，也算你赢。哈哈，哈哈哈哈怎么这么冷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屋顶怎么破这么大一个洞啊？我咋睡个觉，屋顶就没了呢？是啊，你要再不行的话，就要变成冰棍喽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概就是我们的师傅跟别人打了一架，在还没打之前就撞了个洞出来，而且这只是里面，你们是没看到外面。现在上面连一块完整的瓦片都看不到。状态，李先生不是只撞出了一个洞吗？为什么整间店的损失都要我们来赔偿？
对呀，董妈，是谁那么大的胆子啊？敢和师傅打架也就算了，这钱不赔就跑了，咱们得跟他要啊。是啊，但怕是有些困难。此人是剑仙羽生魔。羽生魔？看来得让老七破费了。行了，拿着这个单子，明日去锦玉王府领银子吧。哎呀，得嘞。师兄，醒醒！师兄，醒醒！都醒醒啊！这要让外人看见，像什么样子？还叫什么八公子啊？这是师傅弄的。哎，这边。哎，对了，谢轩，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个明年的公子榜啊，就要变成北离九公子。我们几个已经把他的名号都想好了，你听听啊，九公子，一语双关啊，怎么样？凑合。哎，不过你早就醒了，你是在装睡，是怕掌柜的把账单给你。嘘，别说破。我可听到了啊！哼。这个人见过吗？看看，没见过。没见过，再仔细看看，真没见过。走。又有人被通缉了呀，也不知道犯什么事儿了。这年头，哎，谢轩，反贼长得还挺眉清目秀。昔日将军府余孽，说不定啊，以前还是个小将军呢。